这个好看吗？好看。但是它叫爆米花。3块9就这么大，这还是活的。哦，是活的呀。先放这儿吧。好。它重了。我要睁开我的，努力睁开我的大双眼。欢迎回到家魔小厨房。今天呢，我们带大家逛一逛 Trader Joe's。咱们扬为中用，做4道中式的家常菜。那就来个地道。嘿，真是地道。告诉我。中式家常菜。对，来个地道。你这什么薄一条？你这是薄一条，还不如刚才的。咱们第一道呢，做的就是乾隆白菜。做乾隆白菜需要的主要食材呢，都在这个盘子上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那么我先来给大家介绍的呢，就是这个白菜。我在Trader Joe呢是买不到这种中式的娃娃菜的，但是它卖一种跟娃娃菜长得非常像的，这个是比利时菊苣。苣呢就是莴苣的那个苣，它是菊科的。它从本质上来讲呢，跟白菜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，但是它从口感上来讲呢，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白菜、娃娃菜啊是非常像的，而且更好吃，因为它更爽脆，它的口味也比较丰富，又有一点甜味儿，又带一点略微的苦味儿。仔细吃起来，你还能尝到一股坚果的味道，所以它的这个味道的层次呢是非常的丰富的。理论上呢，用它来做乾隆白菜呢，应该口感更好，然后味道更丰富。它之所以叫比利时菊苣，是因为它是比利时的国菜，富含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。那做乾隆白菜肯定少不了的是芝麻酱。Trader Joe有2种芝麻酱哈，一种是这个，它叫 Tahini， 它呢是没有烤过的芝麻做成的酱，而它是没有任何的调味儿，所以它的使用空间就更加的宽泛一些。然后我做这个乾隆白菜呢，是需要我自己对它进行调味儿，所以我不希望我的芝麻酱是已经调过味儿的，这样呢会影响我这道菜的味道。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芝麻酱，那我再给你推荐Trader Joe的另外一个芝麻酱，这个也在节目里推荐过好多次，就是这个，它是烤过的芝麻做的芝麻酱，而且它是调过味儿的。它呢就是用来拌凉菜呀，然后拌沙拉呀，都非常的好吃。甚至于我们也可以拿它来做腌料，就是腌个鸡肉啊、牛肉啊，非常的棒。那么我今天就不用它了，我用的是它。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拌、怎么弄，它能出来最棒的效果。这个是意大利香醋，它是 glaze 的。glaze 呢，它跟我们平常在超市买的意大利香醋的区别呢，就是它是浓稠版。它这个浓稠版并不是里边加了浓稠剂，它就是煮的时间更长，然后让它液体蒸发掉，收汁儿了。哎，对，相当于是一个收汁儿，出来的效果呢就特别的浓稠，它的味道呢也更加的酸，而且更加的甜一点。因为这个意大利的香醋它是用葡萄酿的，所以它是有葡萄那种干香味儿在里面的。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吃这个葡萄酿的这个醋。如果你也吃的习惯的话呢，我个人觉得它是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中式烹饪里的。这样的话就不用再额外的添加糖了。Trader Joe 他们自己家品牌的蜂蜜，这个蜂蜜就是价格便宜量又足。首先呢，它是有机的；其次呢，它这个是未过滤的，实际上就是生的。为什么我们更推崇吃这种没有高温加热过的蜂蜜呢？是因为高温加热之后呢，有一些对身体比较好的酶呀，还有一些氨基酸呀，它就没有了。所以过滤过的这个蜂蜜，它是不如这种纯天然的蜂蜜营养价值更丰富啊。这种蜂蜜就相对来讲不那么容易保存，它比较容易过期，但是它也比我们一般的调料要保存的时间要长。所以我就推荐大家买这种没有加工过的野生蜂蜜，然后买小瓶的，没错。好，主要食材就介绍完了，下面我们就开始操作。好，咱们先来调一个这个酱汁儿。首先呢，咱们就弄芝麻酱。这个酱汁是在Trader Joe买的，多新鲜！对呀。2到3茶匙就行了。咱们用这1茶匙的香油去搅拌这个芝麻酱。我这香油是 Costco 买的法式香油。顺便呢，推荐一下 Costco 的这款香油，非常好吃。
日式芝麻酱配法式香油做比利时乾隆白菜。这叫 international。下面呢，我们再来上1茶匙的这个意大利香醋。好嘞，就等着德国加入了。这个1茶匙的酱油，老抽1茶匙。好，再来1茶匙的这个蜂蜜，2到3克的盐，把它搅匀。好，咱们这个菊，咱们这菊我就用了1袋，用清水一冲洗，然后把它一页一页包下来就行了。这个可以生吃，也可以热吃都行。下面我们就把调好的酱汁拌上去。老蒙说让我拿菜叶子刮。对呀，乾隆的做法。虽然看上去它就是稍微有一点土，但感觉可能还挺有用的。怎么就土了呢？这方法太接地气儿了，不符合咱们频道的气质，不像皇上吃的菜。下面我们用手给它抓匀。可以装盘了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撒点 Everything Bagel， 这个在吹德肉啊，所有的超市都有卖的。咱们也当上皇上了。那你是乾隆，我是超级英雄嬴政。什么鬼？先喝牛奶，再去过凉爽。吃凉菜还需要更凉爽。特别好吃。用这比利时菊来替代白菜，口感上特别的脆。这个名字怎么这么嗲呀？菊。越吃越好吃。这个菜太脆了，怎么样？紫色更甜一点。紫色更甜一点。超级推荐，无敌推荐！如果你是正在瘦身减脂的话，那你把它当成一道瘦身减脂餐，你一定会吃得非常快乐，减得非常快乐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一个人人都爱吃的家常炒饼。家常炒饼的所有食材呢，就都在这儿了。下面呢，我先来介绍一下饼。这个饼呢，它就是墨西哥的那个玉米饼，但只不过它不是用玉米面粉做的，它就是用面粉做的，所以呢，它经过加热之后呢，跟炒饼的质感是没有太大区别的，所以我们用它来做炒饼，非常的棒。为啥它叫玉米饼？那这就是墨西哥玉米饼嘛，这不就是这么叫的吗？那它没有用玉米啊？那么配菜呢，我用的就是这种圆白菜，还有紫色的，然后还有一点胡萝卜丝儿，让这个菜呢营养更丰富，然后颜色更好看，而且它非常的便宜，也不用再切了，非常的省事儿。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就厉害了啊，它叫 baby corn。baby corn 不是 corn。baby corn 不是 corn， 那是啥？是笋，是蘑菇的一种。你是不是差点就信了？这个我觉得我们不光炒菜可以用到它，我们平时吃火锅也可以用到它。我觉得口感脆脆的，然后又有玉米的那种甜香味儿，然后特别适合炒饭、炒饼啊什么的。对，然后我一会儿炒饼的时候会用到它，因为它已经是洗好了，它打开就直接就能用啊，非常的方便。接下来呢又是懒人福利了，它就是火腿片。我们炒饼丝儿的话呢，就把它切成丝儿就行了，它就是不含额外的亚硝酸盐。它这是猪肉嘛，它这个猪饲料里是不含激素啊什么的，就总的来讲呢，就说它比较健康，就是比较推荐吧。而且这个也是吹德肉的自有品牌。不多说了，我们就开始操作。锅中倒油，咱们先来炒个鸡蛋啊。咱们懒人有懒人的方法，我这叫炒煎蛋，特别香。它蛋白是蛋白，蛋黄是蛋黄，而且还特省事儿，不用搅鸡蛋了。再倒一点油，综合蔬菜 ，baby corn， 还有我们的海姆片，1茶匙的姜泥，1茶匙的蒜泥。姜泥、蒜泥在奥迪和沃尔玛都有卖的。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翻炒。我这个是4张饼切成的丝儿。足够2个人吃了，如果你饭量不是特别大的话。嘿，咱这个锅呢，女生也可以颠勺。其实我胳膊上的劲儿真的不是很大，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没有什么肌肉，但是这个锅我能颠得起来，是因为它这个锅芯儿是铝制的。这个锅好多人都问，其实这个就是在 Amazon 上就有卖的 Japanese barbecue sauce， 我放大概1汤匙。1茶匙的老抽给它上色。女生做饭要是能颠勺，它会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愉悦感。
这个我们就不用再往里额外的放盐了，因为这个 Japanese barbecue sauce 里边它是有盐的。这个酱呢，在 Whole Foods 还有 Amazon 上都有卖的。我们在 Amazon 官网上呢有一个好物推荐的主页，我们会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厨房神器、书籍、玩具、生活好物，还有 Amazon 最新最棒的折扣。大家在视频描述栏和评论置顶区都能找到链接，或者扫这个二维码也能直通 Amazon 的手机 App。好嘞，然后我们把刚才炒好的鸡蛋搁进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哇，这玉米太好吃了！对，这玉米笋特别好吃，强烈推荐。哇，好好吃。真是挺像那么回事儿的。如果你喜欢吃更干一点的炒饼呢，你就放点盐，放点鸡精就可以了，不用再放点糖啊，就不用再放别的了。或者呢，你喷点油，直接用空气炸锅烤一下，它出来那个效果更炸裂。关注本频道不跑偏，香香香啊！太幸福了，幸福极了。我是说我抱着你特别幸福，没说我吃这个幸福。难道我吃这个不需要抱着你，好幸福。接下来咱们再做一个干锅西兰花？这个干锅西兰花呢，就需要这么3种食材。我先来介绍这个西兰花。其实呢，我本来是想去Trader Joe买那种中式的菜花，不是美国的那种特实心儿的那种，它是杆儿特别长，然后花冠的那个花呢特别松散的那种。那个是用来做干锅菜花是非常合适的，因为咱们吃菜花主要吃的是那个杆儿啊，那个吃出来口感脆脆的。但是它没有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是季节性的原因，还是我们这儿卖完了，但没关系，对吧？我们是加盟小厨房，是非常没有原则的人。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 baby broccoli， 然后它也是这种长杆儿的，吃起来口感应该跟那个菜花没有太大区别。干锅菜花变成干锅西兰花，我试试它好不好吃。肯定好吃，这是西兰花的孩子 baby 西兰。哎，这一期的主题就是 baby。然后第2个主要的食材呢，就是在咱们节目中反复的推荐，并且用它做过很多美味料理的黑森林培根炒菜的话，就是它过油，就是或者用油去煎它呢，它出来这个效果呢，跟腊肉非常接近。之前节目里呢，我拿它跟日式的那个辣椒炒了一下，凡是复刻过这道菜的人就觉得啊太好吃了，因为那个菜它就是拌面呀、拌米呀，然后你搁到那个饼里面把它卷起来，就是它真的百搭，特别香，特别好吃。说的感觉好像应该做那道菜，再做一遍。但是今天咱们用它做干锅这个西兰花完全不输。好，接下来呢也是在节目中反复介绍过的这个辣椒油，它其实是用洋葱做的葱油，别具一番风味。它闻起来有一种烤熟了的洋葱的甜味儿，你闻闻。就不必了吧。好嘞，咱们开始做干锅西兰花的第一步呢，我们先把西兰花弄熟。我们把这西兰花呢，先放在这个微波炉专用的蒸笼里，给大家看一眼。这底下呢是个镂空的，它水呢就可以滴下去。这个里边呢也不需要放水，因为蔬菜本身是有水的，这样蒸出来的蔬菜特别的干爽，用它拌凉菜呀、炒菜呀。没有多余的水分，吃起来特别的脆爽。蒸的时候，这个要保持一个 open 的状态，3分半。看看里边的水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用到空气炸锅了。下面我先把空气炸锅的这个架子拿出来，先把我这个腊肉搁进去。这个也不用喷油，因为咱们这个腊肉它本身就含很多的油，它一烤油脂就出来了。放入空气炸锅，380华氏度，先烤上4分钟。4分钟之后呢，我们把空气炸锅从空气炸锅里拿出来。下面我们把这个煨好的西兰花先倒进去，辣椒油我放2茶匙吧。其实它不怎么辣，它就是特别香。蒜泥1茶匙，花椒油大约1到2茶匙，特级老抽1到2茶匙，蚝油大约1茶匙就行，盐1-2克，搅拌均匀，也不用再额外的放油了。我怎么觉得现在就可以吃了？还是再烤一下吧，确实拌一下就能吃了，因为基本都是熟，但是我们再烤一下，它不是更香吗？我们要烤出那种干锅的感觉来。
决定以后就做干锅西兰花了。这西兰花自己有一种香味儿，而且西兰花的营养价值要远远高于我们普通吃的那种菜花，太好吃了，标准的中餐的味道，下饭的菜，太香了。你要想象我在飞行。最后一道菜呢，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剁椒茄子。咱们做剁椒茄子呢，就需要这3样食材。这个茄子我就不介绍了，只要是个超市它都有卖的，我们就挑这种，颜值高的，对，颜值高的。然后，反正我也不是很会挑茄子哈。什么乱七八糟。然后下面说一下这甜椒。这个甜椒呢，其实在所有超市都有，什么 Costco 呀、沃尔玛呀、吹豆粥也有，然后Whole Foods也有。我自从吃了这甜椒，我就不再吃那种大灯笼椒了，因为这个甜椒它真的就是非常香，非常的甜，非常的好吃，而且它可以凉拌，然后也可以，我们之前做过一个空气炸锅，酿甜椒，就是你把猪肉馅搁进去，然后空气炸锅一烤，巨好吃。接下来这个也是我们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，我就一直拿它当剁椒用。之前做过一个剁椒鲈鱼，非常非常好吃，也非常非常的地道，它就非常像剁椒酱。好，开始操作。这茄子把皮儿削了，切成片儿，往上撒盐，撒1/2茶匙吧。撒完以后，我们用手抓匀，让它尽量的每一片上都沾上盐，尽量的把这个茄子里的水啊给它腌出来，腌个5、6分钟其实就行了。几分钟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茄子表面已经是湿湿哒哒的，然后茄子本身也蔫儿了，这就基本上就可以了。我们往里边放一点这个淀粉，每一片茄子拿起来它都是干干的那种感觉就可以了。它表面已经沾了一层糊糊了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可以往里倒点油，倒2茶匙，把它抓匀。空气炸锅在这个烤盘上喷一点鳄梨油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茄子啊放上去，尽量的呀给它铺开。390华氏度烤10分钟，大概出来就是这种感觉了，它就是有一点焦焦的感觉。锅中倒油，来点蒜泥、姜泥1茶匙，彩椒切成丝儿，好香吧？2茶匙的剁椒酱，甜椒还是多炒一会儿比较好，因为它炒时间长的话，这个甜椒的这个香味儿就被激发出来了。放刚才烤好的茄子，哇，下饭菜！我们在最后临出锅的时候呀，给它来上1到2茶匙的老抽，上个色。你怎么没往里头放肉？咱们你太丢人了。放什么？香。哎，可以。我觉得就算是烹饪零基础的人，其实也能用空气炸锅把茄子做成这样，非常好。就是巴西，真这种香，无敌香。OK， 他吃的是上一道菜的那个肉。拜拜，下一期见。I'm a sweet baby.